美军没有为对华作战做好准备，五角大楼终于说了实话，一切嘴炮都是虚的、假的，要动真格的就必须掂量掂量有能耐没有。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美国军队开始更多的谈论俄罗斯军队在后勤供应链上的弱点和缺陷，并不断警示解放军跨海作战面临的后勤难题。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前期作战出现的后勤补给难题，相比于美军面对解放军时所遇到的后勤困境，仍然是小巫见大巫。最近亚洲时报发表了蒂瓦里的文章，蒂瓦里在文章中称，五角大楼承认美军的后勤无法支持与中国的武装冲突。美国国防部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美军在亚洲存在着后勤不足的问题，如果中美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很可能会给美国军队带来严重障碍。五角大楼的这份评估被纳入美国太平洋威慑倡议的长期计划规划文件中。该文件早在4月中旬就提交给了美国国会，具有相当的紧迫性。美国太平洋威慑倡议就是为了应对中国军队的发展壮大而专门设立的。公开的理由是要加强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部署态势和战争准备，实际上就是为了做好与中国对抗的军事准备。五角大楼现在估计，美国太平洋威慑倡议需要在5年内获得270亿美元的资金。该文件警告说，目前的战区后勤态势和维持部队的能力不足以支持在有争议的环境中的行动。面对中国海军时，美国海军后勤不足的问题将变得更加明显。两个对手之间的任何冲突都将在海上和空中进行。美军存在着后勤补给线长、基地少和难以持续作战的问题。五角大楼提议，从2023财年开始，5年内在物流上需要投入10.2亿美元的资金。也就是说，在中美发生军事冲突之前，美军必须在其位于东亚地区的前沿阵地储备足够的弹药、燃料、食品和医疗用品。有媒体报道说，如果美军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中国军队可能会试图阻止美军越过所谓的第2岛链。该岛链从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穿过美国的海外领地关岛，一直延伸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美国计划加强关岛作为攻击基地和补给基地的地位。然而，中国的东风26是一种可以对第2岛链构成严重威胁的导弹，被称为关岛快递。中国还拥有非常复杂先进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相比于美军，中国军队在后勤补给上更具优势。如果双方发生武装冲突，美军只能选择以战斗机和轰炸机为主的作战平台挑战中国。为了支持其战斗机机队，美国空军需要空中加油机为其战斗机执行远程任务时提供燃料补给，而中国人则可以利用远距空空导弹瞄准美国的空中加油机，这将极大地限制 F-35 和 F-22 等隐身战机的参战能力。再加上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也需要躲避东风 21D 和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因此美国军队可能首次碰到没有制空权的作战环境，这或许会成为美军面临失败的关键问题。为解决上述难题，五角大楼建议扩大位于日本的燃料储备。目前美军在日本部署有7个大型的军事设施，在澳大利亚北领地也建造了燃料储存库。此外，美军还研究要在印太地区部署高速机动支援舰，并计划采用一种新的作战模式，即所谓的远征高级基地作战。这些远征前进基地被认为可以对中国产生威慑作用，因为此类基地配备有完善的远程打击导弹、防空导弹和信息处理能力。但是美军如何将这些基地部署到中国周边仍然是个难题。就算找到了能够部署的基地，如何提供后勤保障仍是难上加难，更不要说如何保证其安全了。从美国西海岸向东北亚地区派遣增援部队大约需要3周时间，
中国导弹能力的提升将会阻止美军到达前线。由于我们是在家门口作战，因此基本上不存在远程后勤保障的问题。美国人认识到以中国作战所面临的困境，也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但是，不管美军如何在印太地区部署，都不可能解决其基地数量少、目标集中和后勤补给线过长的问题。中美军事竞争是长期的，美国要执意解决无法解决的难题，恐怕只会导致美国军费的进一步捉襟见肘，这将进一步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落。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